接下来我们就要用论坛的形式来继续探讨 AI 在其他产业的实战经验。首先呢，我们就要从制造业还有电子业出发。我们知道制造业跟电子业一直以来是台湾的强项，厂商非常擅长在控制成本的情况之下，持续提升产品的质量。那么台湾有深厚的产业的 know-how， 也有完整的供应链支持。这两个产业要如何藉由 AI 来提升原来的核心竞争优势呢？接下来我们就要针对工人智慧如何转型到人工智慧这个主题进行交流。那我们请到的主持人是创博总经理及星汉智能业务总经理沈倩怡，论坛嘉宾则有 ATP 国际资深副总裁谢杰威、华泰电子资讯长王金秋、中国沙伦研发长何家哲。还有我们易开科技 Canada 的创办人纪立荣，以及杰伦智能 Profit AI 的创办人黄建豪，欢迎主持人跟嘉宾。各位大家好，我是创博机器人总经理以及星汉智能业务总经理沈倩怡 Jenny 沈。今天很高兴能够跟电子制造业5位专家共同来谈就是制造业的一个数位转型，如何从传统的工人智慧呢，转型到以数据为核心的人工智慧，创新制造。那首先我要介绍呢，我们的5位嘉宾，第一位呢是这个华泰电子公司资讯长王金秋 Daniel 王。大家好，大家好。第二位是 ATP 华腾国际资深副总裁谢杰威 Jeff 谢。大家好。第三位是中国沙伦研发中心协理何家哲何博士 James 何。第四位是杰伦智能 Profit AI CEO 以及创办人黄建豪 Jerry 黄。大家好。最后一位是这个易开科技 Canada 的创办人纪立荣 Howard G。大家好。好，非常欢迎各位。那我想首先邀请这个华泰电子资讯长 Daniel 来跟我们这边分享其实我们知道目前半导体业的这个封装测试产能是整个满载的而且呢大多是仰赖这个人力来完成。那华泰如何从这个 IT 以及 CIO 的这个观点呢导入 AI 把产能做提升，以及呢你们在这个 AI 的应用在半导体行业看到的一个趋势呢？有请 Daniel。好，那谢谢主持人哈。那在座的各位嘉宾，大家下午好哈。那我这边大概先分享一下，其实大家都觉得半导体产业，大家很多人想到就像前段的封装，那个所谓的晶圆厂，对不对？他们都做到所谓的工业4.0全自动化，但是在半导体后段，对不对？封装测试，尤其现在大家常会看到的所谓的打线机台，对不对的部分。那华泰主要是做打线的部分哦。那打线呢，其实虽然跟前段的不大一样，但是我们同样因为半导体它是一个生命周期很短的行业，所以呢一直以来呢新产品的导入一直是大家很大的痛点。那当每一次新的产品导入的时候呢，对我们来讲呢，我们所有的工程人员，对不对？真的呢以前呢都是很努力啦。其实大家以前说老经验，其实呢在封装测试里面的这些有经验的工程师，他要花很多的时间，在新的材料、新的 wafer 进来的时候，他们都要花很多的时间去把参数调校好。但是呢每一次来呢，一直都有不同的东西进来。那怎么样有效率的把这些参数呢，可以快速的导入，其实变成每一家公司非常重要的竞争优势。所以我们第一个面临到的问题，其实就是说，其实很多人用在一开始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就希望说，在我们导入 AI 的时候，先做一个事情，就是针对于参数的选择，能够给我们在新产品导入呢一个很好的起步点。所以我们一开始选择的就是这样的一个题目。但是要做这样的题目，其实大家在谈导 AI， 其实很多人在谈到第一件事情就是会面临到资料要怎么来，对不对？所以其实呢 data 的 creation 跟所有的历史的资料，我们要很清楚的先把它收集进来。所以第一件事情，我们当然是 data 的 creation 去做这样的事情。那这个是我们一开始在谈定义第一个我们要做到的题目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怎么去进行这件事情，就是资料自来。但是呢，其实我们会
面临到第二个问题哈。其实呢，半导体尤其在我们封装测试，你的 yield rate 呢是99以上，对不对？可你收集到那么多的资料，哪些资料才有用？其实针对 AI， 我们在做模拟演算的时候呢，其实我们有大部分的资料是不可用的。所以怎么样运用其他的方法，对不对？我想，因为我在南部上过人工智慧学校，其实第一期的技术领袖班，那我想在里面认识了很多的老师，那去跟他们请教的时候，大家觉得进来了，所以我一开始我们以为所有的资料倒进去，所以我的AI 的预测的良率的那个准确度都很高，因为我的 data 对都是好的。这其实是一个不是最好的方法哈，所以怎么样有效的把资料去做分群分离，重新去做这些事情，这个其实是在现场上面呢需要很多的东西哈去学习哈。那等于是要解这样的问题呢，其实除了这样的话呢，其实我们面临到接下来的问题是说，因为现在比较优秀的资料科学的人才，对不对？都被这些比较大的公司挖走了哈。那其实呢，公司不是那么大，其实资料科学的人才不是那么容易。那要做 AI， 其实需要有3个重要的人才，一个是domain的专家，其实对我们来讲我们是有的；第二个是资讯工程的专业人士，其实我们还算可以。可是呢，至于在资料分析的部分呢，其实相对来讲我们就比较不足一点哈。所以其实要怎么样用这件事情呢？其实在我们在去年开始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刚好政府的那个专案补助里面，刚好有说在智慧制造的提升上面，我们刚好申请到一个计划。那透过这个计划，我们跟捷伦这边合作呢，引进他们的那个 Auto Machine Learning， 对不对？我觉得目前来讲，我们针对于我们现在产品呢，所谓的最辛苦的，就是说现在呢，所有的封装测试厂，大家都在抢打线机哈。现在打线机，你现在下订单最快6到8个月才可以交货。所以呢，我们现在最简单的方法，怎么样让我现在的打线机透过有效的效能的调教，对不对？可以把我们的 perform 的那个 OEE 能够有效的提升呢？那我觉得这对公司就会有很大的一个价值哈。所以呢，我觉得在 AI 的导入里面，其实我们应该要先了解定义，我要解决的是什么样的问题？因为其实我们常常在讲啊，资料是石油，但是你要去开采它，不是随便去问它，因为去问资料，然后叫 AI 大神帮你预测，其实是不大可能。怎么样的方式用我们的你要知道你想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针对这个问题，你做资料的梳理跟处理，对不对？然后真正去找到那个东西，然后接下来再重复的去运用。那我们现在应该已经在所谓的正式试着在落地，那怎么样去找到这样的参数？那我觉得对未来来讲，我们在所谓的新产品的导入跟所谓的那个所谓的当常在换线的时候，可以更快速的去让我们生产的效率因为这样提高哈。那这是我们目前正在做而且正在努力做的部分。谢谢。非常感谢 Daniel 这边的分享。我想接下来也要请这个 ATP 的这个资深副总裁 Jeff 这边也要跟我们分享一下。Jeff 身为一个杰出的一个2代接班如何使用 AI 呢，让你的企业呢做数位的一个转型，并且如何呢做到让这个ATP 呢这个在里面的 data 呢会是你们的一个主要的核心，也就是 data is the power of ATP， 这是如何做到呢？好，Jenny， 谢谢。先说一下，我是美国过来的时候，可能中文没有太标准，但是我先试试看。好 ，sorry。看 data 跟 AI， 先可能要介绍我们的公司。我们公司是做那个 SSD 跟 DRAM module 的产品。但是我们现在的员工现在有差不多400，所以你可以说我们是一个中型的公司。但是如果你看我们全部 storage 跟 memory 的这个 industry， 都是大的公司。所以如果你看这个大的公司，我们算的是很小。所以这个我们每一个事情要做，要一个就是规模的这个很好的想法。我们看 data 跟 AI 也是差不多一样的这个想法。这个是为什么我们开始跟旁边的这个新的公司跟 Profit AI 这个有新的办法，可以开始了解 AI， 还有你的 data 有什么这个力量。现在我们自己的公司没办法可以做一个
特别的部门有很多这个 data science， 还有我们每个部门没办法有自己的 data science。但是如果我们是跟 Prophet AI 还有这个新的 tool 合作，这个也是可以有一个新的办法。你可以这个规模的问题，每个部门可以开始了解他们的 data 真的是很重要。还有，如果你的部门可以真的了解这个 data， 也是一个长期的道路的事情，不是只有 short term， 这个也是很重要。如果他们了解这一边，我觉得 AI 他们也会了解。So 这边也是我们公司不算的大，但是我们一定要开始了解，还有一个长路的想法。我们公司里面也是讨论这个 data， 我们有什么帮助，有什么力量。开始看到我们自己有讨论过，我们有看到3个不一样的这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现在我们每个部门每个这个员工，他们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这个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他们如果 AI 可以帮助现在的 KPI， 现在做的事可以进步，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可能是只有你的公司里面会知道。第二个是，如果你可以做你全部公司的 data， 可以印上你的客户，他们可以了解你的公司有这个 data 有 value， 有什么帮助。我们的公司是做这个 SSD 跟 DRAM， 但是我们的客户他们要求他们用法都是很特别。所以我们是做很多 industrial， 很多这个车子，还有 transportation networking 这边，他们的用法都是不一样。所以如果跟这个客户合作，我们有时候每个不一样的产品可能每一个客户要做一个开发的事情。所以问题是每个客户有自己的 data， 但是这个 data 这个开发的事情都是分开。所以如果这个也是一个就是例子，你可以想办法，这个全部的 data 放一起，可以帮助他们，这个也是一个 value。所以第3个这个stage， 我们看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规划，但是如果我们每个客户他们用法要求都是不一样，还有我们有这么多年的 data， 这么多年的这个 experience， 还有你可以 AI 跟这个 data 放你的产品里面，这个也是很不一样的，很大的机会。所以这个3个 stage 就是一个是你自己，第二个是如果你可以把新的 value 给客户，他们可以影响。第3个是你全部的产品，全部的这个想法可以改变。非常感谢 Jeff 的分享。我想的确，这个有一个非常有效率的一个 AI 的 toolkit 是可以解决公司内部资源的问题哦。那也可以这个加值公司的一个产品哦。那接下来也要这个请教这个中国砂轮的这个何博士呢。其实中国砂轮是台湾非常重要的一个隐形冠军。那想请何博这边来聊聊，就是中国砂轮是如何呢透过 AI 来进行老师傅经验的一个传承，让 AI 能够快速导入到你们的一个应用场域呢？好的，谢谢 Jenny。大家好。那中国砂轮今年迈入第68个年头。那公司的产品包含有蛮多的晶圆再生的服务，抛光电所使用的钻石修整器 Diamond Disc， 以及传统砂轮、钻石砂轮以及相关的刀具等等。那整个砂轮的应用领域，从最传统的磨豆浆到科技化的磨晶圆，材料横跨有机、金属、玻璃、陶瓷，再到半导体。那当然有希望能够为大家服务。那这些年下来呢，公司整个内部的产品规格种类超过10万种。以整个营业人员的分配来说的话，它光是要将整个大分类产业的砂轮搞清楚，其实就不容易了，更不用谈说是要做整个跨产业的应用跟推荐。那内部执行长曾经做过一个测试，在会议一开始的时候，那告知一个客户的需求，请5位营业同仁在会后做出整个砂轮的推荐，最后我们得到7种结果。可见在砂轮规格推荐的这件事情上面呢，存在着每个人的想法以及经验值的差异。那经验
这个东西听起来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而且常常会存在一些飘忽不定的感觉。我今天 feel 这样子，明天不晓得。那以往我们会觉得自己距离 AI 非常遥远，那除了是第一个不想碰了，那不了解，而且也不知道用到哪里去。此外，我们自己也单方面的认为，我们听到的 AI 所需要的整个资料的笔数，动辄是100万来100万去的，那才能够建构出一个模型来。那我们自己的资料虽然多啦，规格虽然多，但是彼此之间的差异其实是蛮大的，就像一间五金行一样，卖着上千样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螺丝拿出来看的话，那大概就只有10几20种。那当然，在一个很幸运的机会之下，那开启了与杰伦公司的合作。那很快，第一时间我们就发现，原来，老板不是周杰伦啊。此外，更帅。对。透过 Jerry 的说明，我们也了解到，原来我们可以使用较少的数据量，并且配合整个同时使用多种的演算法来进行模型的建立，因此开启了我们想将老师傅的经验转换为人工智慧的第一步。那回头过来看，我们在 AI 的一个最开始的导入就是一个沙轮的推荐系统。那我提一下为什么5位同仁会产生7种结果的过程。营业同仁在接收到客户的相关资讯之后，首先他会进入到人体资料库搜寻系统，并且配合当下的情境与感觉，产生出一个沙轮的规格。听起来很有机，没错，就是这样子。那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营业人员的经验都非常的老道，动辄是20、30年的，所以出错的机会不高。那但是随着公司也是68年了，这个历史走过来，每个月都有同仁的退休与新进的加入。那这样子的一个新旧交接混合型的人体智能推荐系统，开始会出错了。那砂轮的整个生产的周期是长达2到4周以上的。那一旦出错，那至少就是1个月以后见了。那所以即使是这样的些微的差距，其实对企业的竞争力也是会带来一些影响的。那整个 AI 系统的导入呢，对于我们来说，不仅是能够达到人工有的回归跟分类之外，那透过整个 machine learning， 第一层我们可以加速到我们整个砂轮规格推荐的决策速度，那也去弥补了营业人员之间经验值的一个差异。那此外，透过我们在不同产业的一个成功案例，我们也可以进行交叉的比对，那去得到一个客户的一个需求的趋势。那第二层，我们去结合我们自己的研磨资料库，就可以开始进行模拟的研磨。那更快了，在这颗砂轮还没有上到设备之前，我们大致上就能够了解到研磨的结果，并且预测到一个最佳的研磨方式。第三层，我们去配合内部的一个制造配方的一个资料库，那我们就能够告知生产端说，我们要用什么样的制造方法，并且进行一个配方最佳化的调整。那最后，当然我们会结合 MES、ERP、BI 等等的系统，使营业人员能够透过手中的平板，在第一时间就能够接收到包含成本、交期、规格、研磨结果等等的一些资讯，提供给客户做全方位的解答。那目前我们是着手先从单一的产业开始，那进行各层资料库的一个验证跟导入。那先把整个水平的那个资料库建置完成之后，下个阶段我们就做垂直的一个整合。那整个资料完成输入之后，以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我们是搭配一位营业同仁，大概用1周左右的时间就能够得到一些不错的结果。那当然资料的一个整个整理是需要时间的，里面最花时间不外乎是确认整个资料的正确性、完整性，跟把这么多年以来的这些纸本的资料进行数位化，这个蛮辛苦的。那这个过程呢，需要一些 domain 的 knowledge， 当然也需要人工的配合。但我想整个 AI 系统的导入最需要的是高层的支持跟推动。那未来企业的一个竞争力，我想有相当的占比会来自于整个 AI 的运算力跟智慧决策的一个辅助。所以我们是充满信心啊，希望能够透过 AI 的协助呢，能够使我们成为研磨解决方案的卓越智慧制造以及服务中心。想跟大家分享，谢谢。把钱交给这个1周的时间就导入了 POC， 这个确实是不容易哦。那这个 Jerry， 其实这个
这个杰伦智能的 CEO Jerry， 刚刚前面3位贵宾都提到您，我想说这个接下来就由您这边来跟我们分享哦，因为其实我们最近也从媒体看到很多关于杰伦这边在全民 AI 以及这个老师傅传承上面的一些突破，那这个接下来请 Jerry 这边来分享相关的一些经验。谢谢主持人哦。刚刚何博士把我的梗给破了，因为通常大家听到杰伦 Profi AI， 第一个问题都会问说，周杰伦有没有投资？那我现在给标准答案 ，High Venture 有投资，周杰伦还没，所以大家可以敬请期待。好，那其实杰伦一直在聚焦于在所谓的自动化机器学习这样的一个产品。那过去大家可能在媒体啊，或者是在跟我们接触的时候，我们不断的在创造一些新的方法，包括1周体验 AI 落地。老师傅经验传承，或是今天论坛的主题叫做工人智慧怎么变成人工智慧。其实我们都是千方百计的在想一些创新的方法，或者是新的 methodology， 去协助整个企业快速的去导入这样的一个技术。那在过去我们大概60几个案例里面啊，的确大概有大概30%以上的比例是来自于老师傅经验传承这样的 initiative。那因应这样的需求，其实刚刚3位，包括 Daniel 啊、Jeff 跟何博士，其实都有讲到一些大概有一些案例啦。看我们跟 Daniel 是在整个很多关键的一个机台的一个调制，透过这样 Profi AI 的这样 AutoML 的一个 engine 去找到一个标准化跟最佳化，或者甚至做优化的一个使用量情境。那跟 Jeff 跟 Jenny 这边是在 SMT 的工厂。那刚刚何博士讲很多了，在砂轮的配方的一个参数的一个部分。那其实在这些里面的想法，我们现在慢慢的在定位这样子 Profi AI 的 AutoML 在做一件事情，我们想要让它变成几个角色的一个桥梁，一个是 Key User， 就是所谓大家的老师傅，另外一个就是 IT 跟 Data Scientist， 第3个就是像 Jeff 跟 Jenny 这样的 High Level。我们有没有办法透过我们这样子的平台设计，透过1个礼拜的 POC， 快速的去收敛这3个 Level 人的一个想法，让他们都以不一样的角度可以应用这样的一个平台，看到未来的一个好处。那其实我们现在就刚刚大家有听到，就是很快的就可以看到1周就可以看到一个效果。那我们现在目前客户的数量也在这个季度也成长了3倍以上。那不但这样，其实我们在去年11月也受到 High Venture 的一个青睐，完成了 Pre-A Round 的一个投资一个募资。那我们现在更进一步，在打造所谓的 AI Life Cycle Management 的这样的一个平台，因为我们看到应该不久的将来 ，Predict Model 在所谓的企业的工厂或 Operation 看起来是必然的趋势。那未来的问题可能就会是在管理，我什么时候应该重新训练，我什么时候这些 Predict Model run 在什么样的一个设备，我们想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新的一个 Enterprise 的 Application 来让客户啊，我们可以覆盖整个客户在短、中、长期的一个 AI 的一个需求，让大家可以更放心的把 AI 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交付给我们这样台湾出发的一个新创。那我们是期待在第1个阶段可以服务好整个台湾的企业，尤其在制造业企业的部分。那有这样的养分跟这样的自信，在下一个阶段我们面对全球市场的时候就会更有自信。但是大概是我的分享，谢谢。谢谢 Jerry 哦。那其实刚刚前面几位也都提到，这个AI 最重要的是必须要有大量的数据，所以接下来要请这个Canner 的创办人 Howard 来跟我们分享呢，在 AI 导入的前面的这个数据上呢，我们是必须要准备些什么呢？好，大家好，我是 Howard。那我想要 echo 一下刚刚前一个讲者那个友达那个王副总他讲的，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大型制造业从去年我们开始来询问我们的上市上柜的这些制造业越来越多，而且都是超过100亿到1000亿规模以上的企业，他们在做这种大型的，不管是 AI 或是 Machine Learning 或是他是做 BI 的话，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刚刚举的例子，很大的问题就是有4个步骤，第一个是标准化，第2个是流程化，第3个自动化，最后才到智能。所以 Canner 就在解决前3个部分问题。你没有前3个，你后面假设我现在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现在企业想要导入4种不同的 AI 软体的话，你要怎么标准化？每一个人要的东西都不一样。第2个是你要怎么自动化？第3个是你要怎么第2个是流程化，第3个是自动化。这些东西都是非常非常挑战的。那当然就是我们 Canner Flow 在解决这个问题。其实现在大家就在讲数据中台。
Tensorflow 就是做一个数据中台，提供给企业去做到第一个标准化，第二个流程化，第三个自动化。什么意思？就是像我们现在看到企业会有他们在BU， 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应用。那它标准的流程是他开工单，他请 MIS 部门调这些资料。MIS 再去跟不同的 DBA 要需求单位需要它的这些 database 的资料出来之后，回到 MIS 部门去加工，加工之后才到给 end user 手上。这整个流程，你想象，如果它是刚刚以前面友达例子的话，它是复杂，你如果1300个 model 的话，它其实复杂度是到非常非常吓人。那 Tensorflow 就让这整个流程是可以 scale。第一点，我们让3个不同部门可以有非常非常精密的 data access control。第一个是我们有4个 pillar， 第一个是source， 第二个是 data access control， 第三个是 scalability， 第四个是 destination。所以什么意思呢？现在在企业里面，它可以非常非常容易的去取得它想要的数据。第二个，大数据运算。我们 Tensorflow 可以去连接，不管是数十个、数百个 database 之后，我们用资料虚拟化的技术，可以直接变成一个虚拟 database， 不需要盖 ETL、data warehouse、data mart， 这些都不需要，节省至少企业每年支出至少上千万以上的这些流程自动化、标准化、流程化、自动化这三个数据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对。那我们现在看到企业其实会有到我们常常说最后果实是什么？最后果实当然是大家现在刚刚一直提到的智能，智能就是大家想要的果实。但你要得到这个果实之前，你有3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基底。第一个是 data， 就是我们叫数据层。数据层绝对是所有企业最关键程度环节。你没有 scale 的话，你导入1-2个，那你有100个要怎么办？1000个要怎么办？那所有部门要怎么去 scale？That is a huge problem. So 我们现在第一层就是 Tensorflow 可以非常快速帮企业建立一个 affordable 而且快速的这个数据中台。第二层我们叫做应用层，我们可能会上面长出很多应用，制造业的话，可能是标签系统啊，可能是虚拟量测啊，可能是它是产线自动化，这些在我们叫做 application 层。第3个我们才叫做智能。智能才是一个综合的应用，对。那我们 Tensorflow 就是在做这个下面这层。那其实我们现在在服务的，包含制造业、金融业、零售业，还有游戏业、大厂，都是我们现在在服务的对象。所以其实大家的问题都是一模一样的。那我觉得数据是大家需要去想的一个部分，在做 AI 未来的这些发展上。谢谢大家。非常谢谢 Howard 这边的分享。我想，其实80%的这个企业呢，花很多的时间哦，在这个捞数据、建制数据哦。那相对来讲，这也就压缩到后面做决策以及导入 AI 的一个时间哦，所以也相对就凸显所谓数据中台的一个重要性。那最后，我想这个各位都是这个使用 AI 的这个业界的先驱，所以能不能请各位呢，透过一句话，给我们在座的嘉宾呢一些建议的？我们先请资讯长这边。给一个建议哦，我想因为我是做 IT 的啦哈，但是在这边提醒在座的各位，当你起一个 AI 的专案哈，请不要交给你的资讯部门去做哈。为什么呢？因为资讯部门只知道资料，但是呢，真正的 ownership 就刚刚我前面谈到，你要先定义问题，所以呢，定义问题的人来当 owner， 你这个案子才会有成功的机会。谢谢。接下来是 Jeff。好，只有说这个我刚说的规模的问题，这个 AI 的事情不是只有 startup 还是大公司的事情。这个是我提醒是每个公司要有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也是蛮重要，赶快要开始做。相同的，我们其实也是 AI 的新的使用者啊，所以我的建议其实也是说，第一个是先破除心中的一个阻碍跟疑虑，那其次是找专家，然后赶快来谈谈看 AI 可能应用的那个可能性。
再来是整个去思考一下公司内外的应用场景，那最后就是赶快从小的系统开始，立马去执行。对，就是刚刚我提的，我们可以1周 AI 落地。那我们看到的趋势是，现在慢慢不管全球跟台湾，未来这样子的一个技术进到 Enterprise 是必然的趋势。那欢迎大家找我们，那给我们1个礼拜的时间，那我们会协助各位去超前部署这样的一个新的技术。谢谢。我们在跟企业，我们通常会讲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就是企业的不管是智能还是应用数据应用，第一件事情一定是搭建数据中台，数据一定是你的基底，所以我会建议大家真的要做大规模的智能化，先看看自己的数据。我想今天非常感谢今天与会的这个 AI 专家们分享你们在各自领域的一个 AI 的一个实际的一个应用案例。那其实 AI 是需要大量的数据，而星汉智能呢，也就是我这边代表的呢，其实是可以呢提供一个智慧制造的一个解决方案哦。那其实我们的联云联网方案是采用一个开放的架构，以及跟各个不同的这个工业标准呢可以相通相融，也就是将智慧制造、智慧机械、机器人等等 OT 层以及这个 IT 层的资料做一个结合。那因为我们多年的一个实战的经验呢，我们也看到其实市场上缺的呢是这个本身可以让企业呢获利的一个题目，或者是说企业呢它知道这些题目，可是不知道怎么下手，不知道怎么让 AI 可以顺利的落地到他们的一个实际的应用场域。而星汉智能的一个做法呢，其实是可以跟 AIoT 的协会，以及跟这个台湾的一个人工智慧学校的参访，还有各个领域的一个SI 专门的一个业界的代表和这个 AI 的新创，如同这个 Prophet AI 这边呢，长期的配合，然后呢一起建立起这个 AI 的生态链，那也让专案能够顺利的落地。那这也跟今天呢几位在座的讲师的分享呢不谋而合。那今天呢，希望呢这个 panel 的论坛能够带给现场的嘉宾呢真实而且可以顺利落地的一个 AI 转型的一个新思维。非常谢谢各位。好，谢谢主持人跟论坛嘉宾带来的精彩分享。我们现在上半场到此结束，休息到现在是2点57，我们休息到3点20分。大家如果要去洗手间的话，左右两侧都有。那水跟咖啡是在左手边的入口处。那请大家3点20前准时回座，谢谢。